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呢，睡觉怎么舒服怎么来，睡姿呢不过是个人习惯，和健康呀八竿子打不着。可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而言呢，睡姿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。它虽不能直接左右寿命，却会在夜间呢悄无声息地放大呼吸缺氧、胃酸反流误吸、起夜跌倒骨折三大高危问题。很多老人呢白天精神状态尚可，夜里呢却在承受着看不见的身体损耗，甚至突发意外。追根溯源，大多和长期不当的睡姿息息相关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家属们呢往往只关注老人们是否睡得安稳，是否频繁起夜，将安静熟睡等同于身体健康，却忽略了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危险信号。临床中反复验证，真正需要警惕的从来不是剧烈的不适，而是忽高忽低的微弱鼾声，清晨无诱因的干咳，起夜时脚步的轻微踉跄。这些极易被忽视的表现，正是身体发出的预警，也是诸多健康问题的开端。仰卧看似最标准的睡姿，藏着两大看不见的健康危机。仰面平躺，身姿舒展，呼吸平稳，这是公认最让人安心的睡姿。家属看到老人这样睡呢，都会放下心来。但对于身体机能衰退的老年人来说，仰卧呢却是风险极高的选择，会同时引发气道堵塞和胃酸反流两大问题。长期忽视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损伤。一、舌根下坠堵塞气道，夜间反复缺氧，老人毫无察觉。仰卧时，人体的舌根软腭呢会在重力作用下自然向后坠落，紧紧压迫上呼吸道，就像一根充气的软管被外力压扁，气流呢无法顺畅流通。轻微时呢会引发打鼾，严重时则会出现睡眠呼吸暂停。老人看似呼吸均匀，实则每隔数分钟呢就会出现短暂憋气，血氧饱和度持续波动，全程呢没有痛感。老人呢自身完全感受不到，但心脏、大脑、血管呢却在持续承受损伤。夜间反复缺氧呢会让交感神经始终处于兴奋状态，如同汽车呢一直保持高转速运转，心率和血压无法正常回落，心脏负担持续加重。长此以往呢，老人会频繁出现晨起头痛、口干舌燥、咽喉不适，白天精神萎靡、嗜睡乏力，甚至连高血压都变得难以控制。很多人呢将这些表现归咎于年纪大了，却不知是夜间缺氧在不断消耗身体机能。必须警惕的预警信号：鼾声忽大忽小且伴有停顿，晨起持续头痛、口干，白天静坐时极易入睡，血压波动频繁，药物控制效果差。出现这些情况，切勿仅通过更换枕头缓解，应及时前往医院进行睡眠呼吸监测，排查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。二、胃酸易反流上涌，半夜呛咳易引发致命误吸。仰卧状态下，胃部与食管呢处于同一水平线，连接两者的贲门，胃部的单向阀门压力降低，失去阻挡作用，胃内的食物呢和胃酸极易向上反流，进入食管、咽喉，甚至呛入气管。老年人的吞咽反射能力大幅下降，咳嗽排痰的力量呢也远不如年轻人。一旦反流物进入气道，轻则引发夜间剧烈呛咳、反酸烧心、声音嘶哑，重则诱发吸入性肺炎。对于患有慢阻肺、冠心病、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老人，误吸的风险呢会成倍增加，严重时可危及生命。多数老人呢将半夜呛咳误认为是着凉感冒，实则是胃酸反流在作祟。高效改善方法：将床头呢整体抬高10到15厘米，切勿紧垫高枕头，利用重力阻止胃酸上涌。睡前3小时禁食，禁大量饮水，日常减少辛辣、油腻、甜食的摄入，降低胃酸分泌量。俯卧趴着睡的安全感是以全身压迫为代价。部分老人呢偏爱俯卧睡姿，认为胸口受压呢能带来安全感，睡得更沉稳。但对于老年人来说，俯卧呢没有任何健康益处，反而会对全身造成持续性压迫，引发多种不适。俯卧时呢，胸廓被身体重量完全压制，无法正常扩张，吸气深度呢显著降低，肺部通气不足，导致身体供氧短缺。醒来后呢会出现胸闷、气短、呼吸不畅等症状。同时呢，颈椎被迫向一侧扭转，长时间保持扭曲姿势会压迫神经与眼部血管，引发颈肩酸痛、手臂麻木、眼部胀痛，严重影响日常活动。对于驼背、骨质疏松的老人，俯卧呢会增加脊柱的垂直压力，诱发腰背疼痛，加速脊柱退行性病变，甚至增加椎体微小骨折的风险，进一步降低老人的行动能力。务必改正的习惯。若老人醒来后频繁出现胸闷、手麻、颈肩疼痛、眼部不适，需逐步减少俯卧时间，慢慢过渡为侧卧或半仰卧，避免持续压迫身体。高枕垫高睡看似缓解不适，实则加重气道堵塞与颈椎损伤。
很多老人呢，因气喘、反酸、胸闷等问题，会将枕头呢垫得很高，使下巴呢贴近胸口，试图减轻不适感。但是这种做法呢，不仅无效，还会加重身体负担，引发更多问题。枕头过高呢，会导致颈部过度前屈，挤压咽喉空间，使气道变窄，气流呢通过难度增加，打鼾、呼吸不畅的症状会愈发严重。同时呢，颈椎长期处于紧张扭曲状态，会引发晨起颈部僵硬、酸痛、活动受限，长期下来呢，还会诱发颈椎病变。正确的枕头标准，枕头高度呢以贴合颈部自然曲线为宜，下巴自然放松，不低头不仰脖，一拳高度为最佳。若垫高枕头后鼾声加重，颈部疼痛加剧，需立刻降低高度。长期固定单侧侧睡看似安全，易引发压痛、翻身困难与跌倒。侧睡呢是公认的健康睡姿，但老年人长期固定一侧侧睡，同样的会埋下健康隐患。长时间压迫单侧肩膀、髋关节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不畅，软组织缺血、缺氧，引发夜间肩宽疼痛、麻木。疼痛呢会让老人不敢翻身，夜间活动量减少，不仅影响全身血液循环与呼吸调节，还会降低身体灵活性。起夜时易因头晕、动作迟缓发生跌倒。简单可行的改善措施：左右侧睡交替进行，夜间呢用抱枕垫于腰腿部，分担身体压力。白天练习床上翻身、抬臀动作，增强肌肉力量，减少夜间疼痛。睡姿不当加起身急躁，老人夜间跌倒的核心诱因。老人夜间跌倒骨折呢，是家属最担心的问题。多数人认为是腿脚不便、劳累所致，却不知真正的原因呢，在于睡姿不当与起身过快。老人长时间仰卧、俯卧后，身体处于放松状态，突然起身需完成扭身、撑床、站立等动作，血压调节系统反应滞后，易引发体位性低血压，出现头晕、眼前发黑，进而导致跌倒。必学的起夜安全3步法：醒来后呢，先静坐30秒，活动双腿，扶床站立30秒，适应血压变化，扶稳支撑物后行走。夜间务必开灯，禁止摸黑起夜。反酸侧睡有讲究，左侧卧缓解，右侧卧加重。侧睡呢可缓解胃食管反流，但左右侧卧的效果呢截然不同，选侧方向呢会加重不适。右侧卧时胃出口位置较低，胃酸呢易向食管反流，加重反酸烧心。左侧卧呢则改变胃部位置，减少胃酸反流，有效缓解不适。使用建议：反酸老人呢优先选择左侧卧，配合床头抬高，记录1周症状变化，无改善则及时就医。驼背骨质疏松老人勿硬扛别扭睡姿，避免脊柱损伤。驼背骨质疏松的老人呢，为缓解腰背疼痛，常采用趴着、扭着的睡姿，这会导致脊柱受力不匀，增加椎体骨折风险，加重疼痛，同时呢使呼吸变浅，加剧缺氧，形成恶性循环。重要提醒：若老人夜间腰背疼痛加重，身高变矮，轻微碰撞呢即感骨痛，需及时排查骨质疏松与脊柱问题，调整为舒适放松的睡姿。最后总结：3大危险睡姿对应3大核心风险。1. 仰卧易引发呼吸暂停、缺氧、反流呛咳。2. 俯卧压迫胸廓、颈椎，导致通气不足、疼痛麻木。3. 长期单侧睡引发局部压痛、翻身困难，增加跌倒风险。老人的睡眠呢是呼吸、吞咽、血压调节系统的协作过程，睡姿不当呢会引发连锁健康问题，必须重视，区分正常与异常，及时就医，不拖延。偶尔打鼾、反酸、起夜头晕呢，属于正常现象。若出现鼾声突变、频繁憋醒、反复呛咳、白天嗜睡、血压失控等情况，需记录症状，及时就医检查。即刻可做的2件事，降低夜间风险：1. 床头整体抬高10到15厘米，减少反流与呼吸不畅。2. 教会老人起夜3步法，养成慢起身、稳行走的习惯。睡姿呢，并非小事，而是为身体呢预留安全空间。小小的调整就能为老人的夜间健康保驾护航，让睡眠呢成为真正的休息，而非隐患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内容呢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希望大家呢都能身体健康，从这些内容里呢学到实用的健康小常识。本视频内容仅为科普参考，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诊断、建议或是治疗。那么如有健康问题呢，请务必咨询你的医生或是专业医疗人员。我是安兰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